大家好，我是圆圆。我已经住在台湾9年，这些年我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在台湾的最夸张的经验。但是呢，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所以我们去外面露营，走吧。The dam is breaking in. It was bound to happen. 好，第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一天在一个超可怕的废墟的一个在森林里面的小小的建筑物过夜。对，为什么呢？其实那天我跟我的朋友，我们计划要去加罗湖。如果你知道在哪里，你知道蛮偏僻的。然后我们的装备够好，我们全部都有2天1夜的装备。但是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超大的雨，这种下大雨很难预料的，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很标准的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在极不相干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然后开始下超大的雨，我们决定要放弃去加罗湖的计划。我们在那个废墟里面过夜。其实啊，你如果看到里面，你会觉得有点可怕。废墟的很奇怪，里面有很多死掉的虫。然后半夜突然，我们相信有一个动物进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可能没有很大，但是感觉还是蛮吵的。然后我们在帐篷里面完全不讲话，很安静。然后等他走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带了所有的装备，但是我们没有带打火机，所以这个我们是很努力的用别的方法打火。对，所以虽然我们蛮安全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个地方过夜，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第二个经验也是加罗湖，加罗湖我觉得是一个蛮可怕的地方。这个是去年的，而且我有拍影片，基本上。我跟朋友去加罗湖，我们快死掉了。好啦，我知道有点夸张，因为我今天分享夸张的经验，所以我可以有一点夸张的，但是基本上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们快要到加罗湖，然后我们一群朋友在后面比较慢，可能比较没有经验，然后我们还是要等他们，所以结果。开始天黑，我们还没到加罗湖，但是我们快到。我们在一个比较平的地方，我们决定 OK 没关系，我们可以在这边搭帐篷。一开始觉得 OK， 但是半夜开始下大雨，大到开始淹水，我们的帐篷都淹水了。我们在半夜要以帐篷放在一个比较不舒服的地方，很倾斜的地方过夜，然后我们完全湿掉，而且超冷的，所以。我们在帐篷里面3个人，像野狗一样，就是都很挤在一起。那个时候有点可怕。我真的觉得怎么办？如果不行怎么办？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可怕。但是结果还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装备够，然后我们还是活着。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加罗湖，真的要蛮小心，因为我的经验就是加罗湖有点可怕。暂停一下，这个影片是跟 Insta360有合作的。我每一次出去玩，你可能会看到这种影片，还是会看到这种影片。很多人问我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拍的。很简单，这些影片都是用 Insta360 One X2，它是一个360度的相机，它可以拍，全部都可以拍。然后它的很厉害的特色就是它的自拍棒是阴性的。阴性的意思是，你拍完之后，你放在手机还是在电脑里面，你会看不到那个自拍棒。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你不需要很厉害剪片，你马上就可以了。还有，通常我如果出门的话，我也会带另外一个 Insta360的相机，它是 Insta360 Go 2，这个超小的，对不对？它是一个非常的小。的相机，然后你可以挂在很多地方，你可以挂在这边，还是你如果有帽子，你也可以挂在帽子里面。这样的话，你可以拍很多通常你
你没有办法拍的样子，然后你的双手也是自由的，你可以用手做一些动作。Insta360现在有一个推销的活动，你如果去他们的网站，你会有一些优惠。我在影片的下面放我自己的链接，你如果有兴趣买的话，你可以用我的链接。The promises we're making, the rules we keep breaking. OK， 我们现在可以换机车的系列。我已经骑机车好像6年了，蛮久的。2015年的时候买第一台机车，然后我去了很多地方玩，然后我有2个可以分享的经验。第一，有一次我的第一次环岛，我决定要环岛，然后我到了垦丁，天气变了，我看天气预报说整个礼拜都会下大雨，那怎么办？我在垦丁，所以呢，我决定我要回台北，我不要停。结果垦丁到台北2天而已，超快的，我每一天都在骑而已。第一天我是从垦丁到花莲，然后第2天花莲到台北，而且我在苏花公路，我有一个刺刺的东西破了我的轮胎，结果我真的很衰，我在宜兰换那个轮胎，结果还是可以平安的回台北。虽然那个时候不好玩，而且1月有一点冷，但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然后第2个骑机车的经验，其实我刚开始我的频道的时候，我要拍一个影片，我是在嘉义玩，结果那天我没有让大家知道的是，晚上来了，我们快到我们的 Airbnb， 然后我们用一个小小的路，山路，然后在路上的中间有3只狗，它们超凶的，而且超大的，它们开始追我们。我先骑，然后我经过它们 OK 的。然后我的朋友也要跟我一样，但是那只狗真的很坏，它基本上跳到它的机车，结果我的朋友没有办法，他撞到那只狗，然后跌倒了。然后狗狗好像没有受伤，因为他们3只狗马上跑掉，但是我的朋友在地上受伤了，虽然没有很严重，但是他的手受伤，他去医院看一下医生。没有很严重，但是他没办法骑车，那怎么办呢？因为我跟我的朋友，我们1人1台机车，所以我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骑2台，对不对？所以我要找办法。我们在嘉义的快去台南的地方，这个周末刚好卢卡斯在高雄玩，我打电话跟他说：“卢卡斯，你是不是在高雄？可不可以麻烦你过来这边？你来这边，然后你帮我一起骑那个2台机车回嘉义。”结果卢卡斯真的从高雄来找我们，然后从嘉义的乡下骑车回嘉义的火车站。我们是晚上10点回嘉义的火车站，然后路上都会下大雨，我们超可怜的。然后因为我的朋友跌倒，所以那台机车也有问题，结果我还是要跟老板处理赔钱，所以这个是我骑机车运气最不好的经验。还好，最重要的是我的朋友没事。好，骑机车真的要小心。OK， 下一个我要分享的经验，我要跟大家说，不是我自己的经验，而是我的朋友，我的丹麦朋友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太夸张了，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是9年前我在台湾的第1年，我们2个在师大一起学中文，他跟他的老婆一起住，然后有一个晚上，他们不小心没有锁门，结果呢，我跟你说，他们半夜清醒了，听到声音，他们发现，在黑暗中有一个人站着在看他们睡觉。你想一想，是不是超级可怕的？你清醒，你发现有一个人在看你 ，Oh my God！ 结果那个人好像是住在楼上还是楼下的邻居，然后他喝醉了，他弄错。他开了错地方，结果呢，他们跟那个人聊天，那个人虽然喝醉，但是他终于了解他在错的地方，然后他走了，然后他们好像是打电话给警察，警察来了，然后带走那个人，还是跟那个人去了解状况。他们后来好像快1个礼拜都很害怕，在家里睡觉。
可能是因为我的朋友那个经验，所以我现在每一个晚上特别会看有没有锁门，特别会确认有没有锁门。对 ，OK， 然后最后一个经验，这个完全不一样，是有几年前我要上节目，我跟一群外国人在准备上节目，我们在化妆棚。那个化妆棚蛮大，是一个超大的房间，然后有几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聊天，然后我没有特别注意到房间其他地方有谁。我看到有一群台湾人，他们突然要走，然后要走的时候，他们回头，然后跟其他人跟我们说啊，我们要走了，拜拜。然后他们走的时候，我发现是911，什么东西？因为呢，我超喜欢去 KTV， 我超喜欢911的歌，他们的歌我觉得都很好听，很好笑。因为他们已经要走了，所以我觉得不要跟他们讲话。但是如果早一点点发现是他们，我一定会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唱一唱他们的歌。我相信他们如果知道有外国人会唱他们的歌，他们也可能会觉得很开心。对，所以大家如果在一个地方，真的要注意到旁边有谁，有时候是你的偶像。对，好，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希望你喜欢。那你呢，要不要分享你的最夸张的经验给我听呢？请你给我一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我跟你说，下礼拜见，拜拜。The dam is breaking in. It was bound to happen, 'cause your heart is caving in. So why you bother? This is not